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剪刀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。剪刀可以帮我们来打开各种包装，比如塑料袋、纸盒等。这不仅省时省力，轻松完成各种任务，但是剪刀用久了就会钝，就会氧化生锈。如果想继续使用的话，就会变得很钝，即使连最容易剪的薄纸或是最薄薄的塑料袋都剪不了，特别钝。如果花钱再去买一把的话，现在又着急要用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小颖就分享一个可以让剪刀变得锋利的方法。一般来说，磨剪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，比如使用剪铝箔纸或简易开罐的方式来进行修复。不过我自己使用之后，感觉效果不明显，磨剪刀还是老办法好。用磨刀时，剪刀本身是硬的工具，所以要把它还要硬的工具。先把磨刀石放入水里，把它打湿。然后放在毛巾上面，防止打滑。我们的剪刀呢，它分为3个部分：刀刃、刀柄和铆钉。其中刀刃和刀柄是一体的，2片刀刃和刀柄通过铆钉连接在一起。剪刀剪东西，实际上利用的是杠杆省力的原理。我们把剪刀的手柄同时用力向上扳，让手柄进行一个重叠错位。大家不必担心剪刀会变坏，金属是有弹性的。我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轻松找到磨剪刀的角度。先把剪刀放平，然后慢慢的竖起来。我们不断的调整角度，也就是刃口和磨刀石刚刚贴合的那一瞬间，这个角度就是最好的角度。通常呢，剪刀的刃口的角度一般都为30度。磨剪刀和磨刀不一样，都是向后推，也就是向刀背的方向。我们再来看一次，先从剪刀夹角开始磨起，然后磨剪刀中间的部分，最后磨剪刀的尖部分。磨好以后，我们磨剪刀另一边，同样是先调整好角度，打磨的顺序也是一样的。剪刀也分为很多种，但是这些剪刀需要不同的磨的方法，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会面临不同软硬的食材，为了不同的锋利度，所以在磨剪刀时，切削刀刃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。在磨的过程中，保持一致的磨削角度是非常关键的。我们不是专业的厨师，但磨削的时候保持一致性的角度，有助于剪刀保持最佳的切割性。要知道，不同的剪刀可能需要不同的磨削角度，但所有的剪刀在磨削时都需要保持一致性，这对于磨出的结果非常有帮助。选择正确的磨刀石也是成功磨削的一大步。有时候当剪刀磨了一段时间后，你可能会注意到刀刃内侧微小的偏移，这被称为刀刃回折。这时候你可以使用陶瓷碗来修正这个问题。轻轻地将刀刃划过一个瓷碗，这可以将过多的回折问题修正过来。如果你不确定正确的角度，可以用手轻轻地摸摸看，感受你的剪刀。这对于一个磨刀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一些高品质的剪刀，你可能要考虑使用皮革带或磨刀棒来进行最后的抛光，这可以进一步提高刃缘的光滑度，使其更加的锋利。这需要一些技巧和经验，但可以实现非常锋利的刃角。对于磨剪刀来说，磨削的频率是多久一次呢？其实这取决于你使用的频率和用途。高频使用的剪刀需要更频繁的磨削，而偶尔使用的剪刀则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持锋利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用剪刀是不会钝的，你越用剪刀就会越钝。你学会磨剪刀之后，剪刀只要钝了就磨。
还有不要忘记爱惜你的剪刀，这包括清洁刀刃，避免使用硬物硬切，并且在储存的时候使用刀套避免生锈，这样可以延长剪刀的寿命。你的剪刀会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。接下来我们的剪刀就很容易的生铁锈，这个时候再来剪食物的话，就会非常的不健康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然后把剪刀放进去，现在倒入小苏打。小苏打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，我们倒上大量的小苏打在剪刀的表面，再往加入适量的白醋。白醋与小苏打发生化学反应，能够把剪刀表面的脏东西还有铁锈全部都软化。现在我们再往里边倒入一点清水，然后把剪刀放在里面浸泡3分钟左右，用白醋和小苏打的水泡剪刀表面的污渍，特别的容易泡下来。3分钟过后，我们再拿一把刷子过来，用刷子来刷洗剪刀，把剪刀的每根面呢都刷洗干净。看看几乎不费力的，刚刚还污渍斑斑的地方都已经被刷洗干净了。这是因为小苏打和白醋发挥了作用了，里面的小苏打有很好的去污作用，而白醋呢又可以软化剪刀上面的一些油垢铁渍，再加上我们不断的刷洗，所以清洁就变得很轻松了。再用清水把它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和白醋清洗干净。再把剪刀表面的水分擦干净。看看，经过我们简单的处理过后，剪刀已经变得光亮如新了，效果不错吧？这时我们的剪刀不仅变得更锋利了，而且呢也更新亮了。清洗完的剪刀和新买的一样锋利好用。如果家里的菜刀生锈了，变钝了，大家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呢来进行打磨。您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